果你走夜路遇到这种3米多高、穿着古代长袍、不下雨却打着雨伞的人，千万不要跟他打招呼，因为你很有可能遇到瘟神了。据说跟他搭话的人轻则大病一场，重则丧命。这个故事发生在90年代初，是我叔叔的亲身经历。一天，叔叔跟婶婶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一架，一气之下摔门就出去了，一直到天都黑了也没见叔叔回来。时间长了，我婶婶的火气也消了，左等右等的，就是不见叔叔回来，也不禁有些担心了。婶婶内疚又担心的，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，还是不见叔叔回来。她怕叔叔想不开或者出了什么意外，婶婶越想越害怕，于是拿起手电筒就出门去找叔叔。叔叔的性格有些沉闷，朋友也不多，平时吵架后都是去邻村的同学家里喝点酒。婶婶这时担心的要命，虽然她害怕走夜路，可是此时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往邻村走。婶婶刚出了村子，就见远处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迎面跑了过来。因为天太黑了，看不清楚来人的面目，婶婶害怕地倒退了几步，大声地问起对方是谁。可是跑过来的那个人并不说话，婶婶以为自己遇到了坏人，吓得腿都软了。好在那人跑近了，婶婶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叔叔。婶婶说，当时叔叔满脸惊恐的神色，满身的尘土，好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拼命地跑着。看到了婶婶，他的嘴巴张得老大，好像是要喊什么，可是就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然后叔叔身子一软，一头就栽进了婶婶的怀里，失去了知觉。婶婶也被叔叔奇怪的样子吓得不轻，连忙扶住了叔叔。婶婶看着失去意识的叔叔，很是担心，她不知道叔叔这是怎么了。婶婶忙着架起叔叔，扶着他往家里走。回到家的叔叔一直昏迷不醒，还发起了高烧。婶婶忙着用冷毛巾给他降温，反反复复地折腾了一宿，虽然不烧了，可是人还是叫不醒。婶婶找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，他给叔叔看了一下，说没什么大事，就是着凉了受了惊吓才会这样，给叔叔打上了点滴。大夫临走时还不忘记安慰一下婶婶，让她别担心，明天再过来帮叔叔打一针。婶婶感激地把大夫送出了门。刚送走了大夫，婶婶一进屋就看见叔叔颤巍巍地坐了起来。看到叔叔醒过来了，婶婶忙着上前询问叔叔还有哪里不舒服。刚醒过来的叔叔精神很是恍惚，不管婶婶说什么他都不回答。他一脸惊恐地看着窗外，用颤抖的声音问婶婶，他这是在哪？好像外面有一个人，让他很害怕。婶婶听叔叔的话不对劲，就忙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叔叔都遇到了什么。提起自己的遭遇，叔叔的神情又紧张了起来。沉默了几分钟后，叔叔说起了他遇到的可怕。叔说他摔门而出后，因为没有别的朋友，就又来到了邻村吴强的家里找他喝酒。吴强见叔叔心情不好，问了一下原因，然后就开始劝起了叔叔。几杯酒下肚后，叔叔把一肚子的苦水跟吴强倒了个干净，心里也就舒服了很多。这时吴强就劝叔叔吃完了饭赶紧回家，别让家里人担心。两个人一直喝到了晚上8点多，叔叔怕婶婶担心，就从吴强的家里出来准备回家。吴强看叔叔喝得不少，就想送叔叔回去的，可是叔叔非说自己没喝多少，2个村离得也近，怎么也不用他送。叔叔晃晃悠悠地从吴强家里出来，摸着黑的往家里走。2个村子离得近，叔叔晃悠着往家里，边走边想回去后应该怎么跟婶婶说。正走着，叔叔就瞧见前面不远处有个人也在走夜路，可奇怪的是，那个人穿了一个大长袍，还打着一把伞。
叔叔伸手在空中试了一下，这天也没下雨呀，那人大晚上的打伞干什么？借着酒劲，叔叔就想追上去问问那个人原因。叔叔晃晃悠悠地撵上了那个人，就跟他搭起了话：你这没下雨，咋还打把伞呢？可是那人并没有理会叔叔，叔叔借着酒劲又往前靠了靠。可是等叔叔走到那人的跟前了，就发现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。猛然间，叔叔意识到了眼前这人的不同之处，那个人的身高足有3米多高，叔叔顿时傻在了原地。这时，那个异常高大的人也停住了脚步，缓缓地转过头看了叔叔一眼，就这一眼，看得叔叔差点没落在裤子里。那个人的脸上长满了烂疮，面无表情的，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死气。叔叔被吓得酒劲全醒了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好在那个人并没有靠近叔叔，而是钻进了一片树林，往东村的方向走去。看着那人走远了，叔叔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拼了命地往家里跑，一直到远远地看见了出来找他的婶婶，才晕了过去。叔叔惊魂未定地把遭遇跟婶婶讲了一遍。他说他可以确定那个人绝对不是人，他真的感觉到了那人身上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。婶婶听完后也是被震撼到了，别说从没有见过那么高的人，那么古怪的打扮，就是那一脸的烂疮，就肯定不是活人。这件事过去了几天后，叔叔东村的一个同事说，他们村前几天有几个人得了奇怪的病，那病发得很突然，还没来得及救治，人就死了。叔叔的同事说，那些得病的人在短短的时间内浑身就长满烂疮，然后不治而亡。叔叔得知后更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那件事叔叔跟很多人说过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叔叔遇到的是什么，但也有人说那是瘟神。你村里有没有这种石像？据说这种石像开了光的话，是用来镇压某些东西的。如果你村里有这种石像的话，可千万不要移动或者破坏。这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在我们村甚至我们那一片区域都十分的有名。那时候正是全国改革开放最好的阶段，各地都在招商引资，发展本地经济。当时我们这个燕赵大地的小山村也引来了一个京城的商人，说的是在我们村西山上建一个度假村，村里当然是欢迎的。可这人仗着上头有人，占的地方越来越大，后来甚至要在村口的垭口立一个几十米高的大招牌。别的村民都没说什么，可动这垭口，村长和村里的几个老人就都不愿意了。这垭口自古就传下面镇压着东西，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，可土生土长的村民大多都知道。这里以村里的石匠老杜尤为厉害，几次三番过来拦着施工。不过这也不是没拦住嘛，到底还是出了事。据说当时施工的挖掘机正在垭口上干活，不知怎么下面的土层就塌了，而那不听劝阻的商人正在崖下指挥。这下可好，那么大一个挖掘机，再加上小半片山崖的土石一起下来了，最终是挖掘机连带着人一起砸到了下面的河滩上。同行的秘书受了些伤活了下来，但那商人据说是当场就死了。这就导致了西山上那建了一半的度假村也成了烂尾的项目，直到现在还有几间破房子立在那里。但这个事可还没结束，这富商的死是个大事，当地派了一些人来做调查，没想到就在那天挖掘机挖掘的山崖处，调查的人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东西，那是一个差不多有1头多高的半浮雕石像，
雕的好像是个寺庙门口那种金刚韦陀。不过那石像面部更加狰狞恐怖，让人一看就浑身哆嗦。然而那石像已经被挖掘机弄坏了，当时有许多村民也在现场，看了这东西之后，除了害怕，自然也有人动了歪心思。年轻人不觉得有什么，当时的村长一见那东西，心里就知道要出事，忙着去找了石匠老杜。但不知为什么，那老石匠却拒绝了村长帮忙的请求。都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，村长自是了解老杜的，他不想出手，就一定有他的难处，这事总也不能强人所难吧。再说村长当时也没想到这事后来能闹得那么大。也就在这几天，村长找老杜商量时，那垭口又出了事。这不下雨也不地震的，不知怎么就发生了更厉害的塌方。等村长和老杜从那惊天动地的震动中反应过来时，半个山体都已塌了下去。而这次的塌方可就不只是砸死一个人了。等两个人赶过去时，现场已经是横七竖八的倒了一地。正值假期，山路上不时有从城里出来自驾游的车辆经过，这一下可好，砸了一大片。村长和老杜看到当时的惨状，也都有些傻眼了。光能看到的就有10几个人受了伤，甚至还有孩子，而那埋在土石下的还不知多少。村长愣了半天，终于反应了过来，慌忙招呼去救人。那一场天灾，据说造成了10几个人死亡，数十人受了伤，还有2个人一直没有找到。不过忙着救人的村长没留意，老杜自己一个人沉默着下了山。这时我到很多年后才从爷爷嘴里听说，那垭口古时候打仗有个大将守着，不知杀了多少进攻的敌人。后来这大将也战死在了这，可因为他杀人太多，也有了魔性，总是要见血。不知哪的高人在那立了个佛像，才不再出事。村长忙救人，忙上头调查，好几天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又去找老石匠。本想厚着脸皮再求他一次，可没想到一推开老石匠的门，就傻眼了。那老石匠已经死了，而在他尸体的头顶位置放着一个新的佛像，是跟山上丢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怒目金刚。老石匠明显是一头撞在石像上撞死的，血几乎把石像都染红了。村长知道他是用自己的命给那怒目金刚开了光。老石匠儿子后面的学费是全村人出的，大学毕业后去了南方，听说后来成了大老板。而直到现在，每年鬼节，村里的老人还会到山崖上去烧纸，也不知是不是烧给老石匠的。深夜独自一人走夜路，在经过一些非常邪门的地方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到2个像灯笼一样的东西的话，千万别跟着去，因为那很可能是某些东西的眼睛。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，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的一个小村子里，是我哥哥的一个亲身经历。那年哥哥刚毕业，爸爸通过关系在县里的信用社给他找了份工作，这在当时可是很体面的工作。不过那时县城离着我们村非常的远，哥哥每天下了班都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车，然后再走上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家。了解我们湘西的人都知道，这里号称10万大山，的确是个地无3里平的地方，而且人烟稀少，十分的落后。山路上并没有路灯，哥哥每天都会随身带个手电筒。记得那年11月份的一天，哥哥下了班后，又跟几个新认识的同事一起吃了饭，下了末班公车走上回家的山路时，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。那时山路上早就没有行人了，
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。哥哥后来说，这条山路他每天都走，平时一点也不害怕，可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总觉得心里很慌，有一种要出事的预感。正在哥哥劝自己不要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他带的手电筒突然灭了，唯一的光源已消失，四周一下子陷入了黑暗当中，顿时让哥哥有些惊慌失措。刚开始哥哥以为是手电筒出了故障，接触不好，便用力地拍了几下，可是手电筒依旧没有亮起来。哥哥拍了一会儿看没有效果，就以为是手电筒的电池没有电了。好在当时哥哥常走夜路，早就有了准备，兜里一直带着备用的电池。哥哥摸着黑，把手电筒里的旧电池拿了出来，把备用的新电池换上了。本以为这下肯定没有问题了，可装进新的电池后，那手电筒依然没有亮起来。哥哥当时可就有些慌了，难道自己拿的这块备用电池也是没有电的，没有光亮？那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可要很艰难了。哥哥回忆说，平时即便没有手电筒，也有些朦胧的月光和星光，路总是也能看清的。可是那天非常的奇怪，似乎周围一点光线都没有，整个世界都是黑的，而且就连声音好像都消失了。哥哥说，他感觉当时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，那种黑暗和寂静给人一种令人窒息的孤独感。可即使如此的黑暗，路也不能不走了。他当时觉得这条山路自己走的也熟悉了，再怎么走也能摸索着回到村里的。哥哥说，他当时凭借着记忆，一点点地沿着山路，慢慢地试探着往家里走，不敢走得太急，就怕太黑了再有危险。大概走了10几分钟，他突然发现前面的树林中出现了一点光亮，那光亮是并排的2盏黄灯，很像是农用车或者汽车的灯光，这让哥哥十分的高兴。但他说，他当时脑子有些迷糊，也没想过车辆怎么会出现在树林之中，这里树木密集，车子根本可不能开上来。总之，他当时觉得要快追上那辆车，这样就可以跟着车子回村里了。于是他就一直追着那2盏黄灯跑了下去。诡异，太诡异了，那2盏黄灯也好像是故意在前面给他引路似的。虽然他一直没有追上，但是也一直没有离开哥哥的视线。就这样大概走了20几分钟，哥哥开始有些奇怪了。按说这个时间早就应该回到村里了，可眼前却还是茂密的树林，一点要到家的感觉都没有。哥哥越走越觉得不对劲，那2盏灯光一直飘在树林中，什么车会在树林中飘动呢？这时哥哥的脑子一个机灵，有些清醒过来了，他立马停下了脚步。就在这时，哥哥发现那2盏灯也停了下来，在林子中不断地晃动着，像是在招呼他快过去。哥哥说，他看了一会那2盏灯光，脑子里一阵阵的迷糊，眼睛里只剩下了那2盏诡异的黄色灯光。他当时脑子里就只剩下了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一定要跟着那2盏灯，这样就可以回到家里了。这种念头一升起来，眼前的那2盏灯光似乎更亮了，好像有某种魔力一样，整个世界什么都不存在了，就只剩下了那2盏灯。哥哥说，他不知不觉地又迈开了脚步，要跟着那2盏灯往前走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哥哥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人说话的声音：“小伙子，危险！”身后的人声一起，哥哥就觉得脑子里像划过一道闪电一样，顿时变得十分清醒，周围也一下子亮了起来，各种自然界的声音也回来了。哥哥回头一看，发现有2个人打着手电筒，正在林子间的小路上叫着自己。一听那2个人说自己危险，哥哥这才往四周看了一下，可是这一看，顿时就把他吓坏了。原来此时他正站在一个悬崖的边上，只要再往前迈一步就会掉下去，
摔个粉身碎骨的。我们湘西都是这种如刀锋般直立的山崖，路都是盘山小路，可却从没有多少人是摔死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危险，都离着崖边远远的。哥哥看着眼前有100米深的悬崖，心里一阵阵的后怕，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走到这里来的。饶是从小生活在山里的哥哥，看到脚下那深深的悬崖，也是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半天没爬起来，冷汗一个劲的往外冒，心里那个后怕。如果他刚才真的追着那2盏灯光迈出了那一步，此时恐怕已经是一滩烂肉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尸体才会被人发现，也许不等被人发现，就会被山中的野兽啃食光了。哥哥跟随着那2个采药人一起下了山，听那2个采药人说，这山里邪乎的东西很多，早年间经常游走夜路的人被迷住了，莫名其妙的就死了，所以有经验的人要走夜路，大多都会结伴而行的。哥哥听他们说，也有些明白了，那2盏黄色的小灯，现在想来并不像车灯，更像是某种动物的眼睛，但那到底是什么，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。恐怖邪术之一，养鬼。传说养鬼的人，他会帮助你发财，风生水起，但是你每天都要按照他的要求来喂养他，稍有不慎的话，很有可能就会被他反噬。如果给你养的话，你敢不敢养？这件事发生在2007年，那时候我跟一个同乡到浙江省常山县一个叫张家坝的地方干工程。当时我和同乡还有一个当地人吴强住在一起，临时租了个民房做宿舍。我们宿舍一共住了3个人，我还有同乡王安林，另一个是当地的，因为家离工地有些远，也住在了宿舍，叫吴强。都是年轻人嘛，没几天也就混熟了。我们做测绘的，天一撩黑就收工了，吃过晚饭没事干，我们3个人就轮流讲鬼故事。那天王安林讲了一个他大姑的村里发生的一件事，说是一个女的白天回娘家，到了晚上挂着家里的孩子，就连夜往自己家赶。乡下晚上很黑，她路过一片坟地的时候，突然尿急，她看四下也没人，就在路边解决了。当她解完手，一扭头发现这一泡尿正好尿在了一个坟头上，这可把她吓坏了，提上裤子就往家跑。等进了家门，人已经神志不清了，见谁咬谁，最后把4岁的亲儿子活活咬死了。村里的好多人都亲眼看到了，说他那样是让恶鬼附体了。王安林讲的是有鼻子有眼的，大晚上的听着感觉脖梗子都冒凉气。我对这种神神鬼鬼的故事很着迷，听完了就忙问王安林，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？一旁的吴强却笑着说，王安林讲的都是添油加醋糊弄人的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多鬼呀？我并不赞同吴强的话，在我看来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如果没有鬼，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遇到过呢？总不能都是编出来吓唬人的吧？王安林听吴强说自己讲的是编出来吓唬人的，有些不愿意，冲着吴强嚷嚷，让他讲个真的来听听。吴强见王安林为这事生气，有些好笑，就故弄玄虚地问我们是不是想听真的。我听吴强的语气，他好像知道些什么，就起身问他。吴强说，就在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张家坝就有很多邪门事，而且这里的很多人都知道。吴强停顿了一下，一脸凝重地说，张家坝这里就有人养鬼，这种事可从来没听过。我和王安林一下就来了精神，忙问吴强说的有人养鬼是真的假的，而王安林却不太相信，说吴强是吹牛。听见王安林说自己吹牛，
吴强也来劲了，他说就在这张家坝的西边有个水塘，那里住着一个怪人，他的身上就养着鬼。吴强说完，看我们一脸不太相信的表情，就说如果我们不相信，明天可以带我们去亲眼看看。带着对神秘事物的一种期待，那一晚我们早早的就都睡下了。第二天下了工，我、王安林和吴强三个人早早的吃了晚饭，由吴强领着要去见识一下那个养鬼的人。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都是些老式建筑，各种名称的小巷纵横交错，吴强带着我和王安林在小巷里绕来绕去的，王安林有些不耐烦了。吴强说再过2条小巷就能到，他是当地人，对地形比较熟悉，王安林也就不再多问。我们又在窄巷子里转了2个弯，眼前出现了一片很老的明清建筑，那些房子看上去很破，也不像住着人，应该是老城改造等着拆除的老屋。吴强站住了脚步说，那个养鬼的怪人就住在那老屋里面，那些老屋年代久远，又没人居住，天又黑下来了，看着就有那么几分阴森。我和王安林正看得愣神，吴强就问王安林是不是怕了，如果怕了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王安林让吴强用话一激就来劲了，率先走在了前面，我和吴强也紧紧地跟在他的后头，来到了那座老屋的跟前。到了那老屋的墙边，吴强把我和王安林拦到了身后，示意我们小点声，怕被屋里的人发现。看吴强的样子，应该是他以前来过。我们3个人轻手轻脚地凑到了窗户底下，听着里面没动静，吴强就手趴着窗台伸头往里看。我和王安林也是好奇，也跟着他一块扒到窗户上往屋里看。屋子里光线昏暗，也没什么摆设，还有一阵阵的霉烂味，夹杂着一些腐臭味。屋子里坐着一个人，背对着我们，低着头，也看不清面貌，这应该就是吴强说的养鬼的人。我们3个人扒在窗户上，大气也不敢出的往屋里瞅，那个人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低头坐在那里，就这么瞅了有7、8分钟。突然那个人开始肩膀抖动，发出轻微的呜咽声，似乎在抽泣。我们3个正觉得索然无味，他突然开口说话了，带着一种哭腔在向某个人求饶，因为声音不大，听得也不完全，大概是说他干的事情已经被周围的人察觉了，如果再干被发现了，就不能留在这里，要搬到别的地方去。他说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，就缩回头来小声地问吴强他在跟谁说话。吴强也只是听说有这样一个人，今天也是第一次见，而屋子里也并没有别人，不知道他在和谁说话。难道真的和传说的一样，他在和鬼说话，而我们看不到？这时王安林提议说，我们可以从房子的一侧绕过去，房子的另一边还有一扇窗户，可以看到他的正面。我和吴强都赞成王安林的办法，受好奇心的驱使，我们决定绕到另一面去看个究竟。因为很多的房子都已经拆了，我们3个从一些废墟和工程垃圾中小心地绕了过去。还是吴强第一个上了窗台，因为窗户对着那个人的正面，我们3个人都上去怕被发现，就由吴强先上去看个虚实。可吴强刚探头向屋里看了一眼，身体就是一颤，像是看到了极其震惊的画面，他强忍着没有叫出声来。吴强受到了惊吓，从窗户上缩了回来。我和王安林忙问他看到了什么，可吴强用双手捂住了嘴巴，好像要呕吐。吴强一转身，捂着嘴跑到了远处，开始呕吐。这更加剧了我和王安林的好奇心，吴强到底在屋子里看到了什么，让他有那么强烈的反应？难以按耐的好奇心驱使着我和王安林爬上了那扇窗户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一生都无法忘却的情景，那个人的上衣敞开着，
骨瘦嶙峋，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某种动物的腿，而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他的腹部长着一张人脸，正在啃食他手里的肉，发出咯叽咯叽的咀嚼声。地上还摆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动物尸体。突然，那肚子上的人脸停止了咀嚼，用一只血红的眼睛看向了我和王安林，吓得我和王安林大叫一声，从窗户上跌落下来。恐怖的画面震慑的我俩瘫坐在地上，忘记了逃跑。那窗子里传出一声凄厉的喊叫：“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”听声音并不是那个男人的，那么只能是那张脸发出的喊叫。我从没见过，也从没想过，这世上会有如此诡异之事。在一旁呕吐的吴强拉起我和王安林就跑，我们三个头也不回的一直跑回了宿舍。第二天，我们把这件事和工程队的同事说了，很多人不信，于是组织了很多人又一次到了那个老屋，可是已经人去屋空，只留下了很多动物的骨头和尸骸。关于这件事，在当地有几个版本的说法，有说他肚子上是长了个怪瘤，也有说他是被恶鬼操控了，让他喂养自己，而我直到今天也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。有句老话叫做入土为安，传说人若死在水中，魂魄每天都要承受阴冷潮湿，尸体不被发现埋葬的话，魂魄就离不开，就会形成地缚灵。这是发生在2018年秋，媳妇怀孕在家待产，这一下可苦了我，不仅一下班就要快回家洗衣服做饭，连抽烟都要被赶去阳台。那天就是我睡觉前照例在阳台点着了一根，一摸兜发现手机忘带了，没法刷手机，就只能四下看看夜景打发时间。我家住的不算高，是15层，因为是郊区也没多少灯，看来看去也是黑乎乎一片。不过就在这时候，我发现小区外不远处的小桥上站着一个人。这一幕之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是因为我隐约记得昨天这个点抽烟时，好像也在那桥上看见了一个人影。昨天那人好像也站在桥头的路灯旁，也是这个状态吧。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位置，还同样有人站在那，确实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这就像那种预知的梦中场景，一下在现实中复刻了一样。我想许多人有过这种经历，不过因为是夜里，而且离得不近，也看不清那人的长相，只能看到一个人影。虽说好奇，倒并没有太过注意。抽完烟之后，我便回屋睡觉去了。本来这事也没放心上，可没想到接下来的4、5天时间里，每天我在阳台抽烟的时候，都能看到那个人站在同样的地方。有时候甚至凌晨3、4点起夜的时候，我去特意看了一下，那人依旧站在那，这可就有些折磨人了。我的好奇心开始被一点点勾了起来，每天抽烟时都会刻意去看，甚至在心里给他勾画出了一场婚姻失败、生意破产，想要自杀，但又鼓不起勇气，所以每天在桥头跟内心挣扎战斗的狗血大戏。早上我也特意留意去看，发现天亮他就不见了。我这好奇心已被吊得老高，这样过了1个礼拜左右。那天上班，我见同事小刘办公桌上放了个望远镜，心里一动就给借了过来。当天晚上从10点半开始，我就在阳台上拿着望远镜等着。在等待的期间，等待的过程中，我几乎是过一会儿便往桥上看看，不过桥头都是空荡荡的，看不到那人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客厅里媳妇关了电视，准备回屋睡了，见我在阳台上探头探脑的，还过来问了一句：“你还不睡？”这时我跟媳妇也说了，之前还跟她一起分析过，看我跟着了魔似的。媳妇向我甩了个白眼，
便不理我回了屋。好不容易他去睡了，我从一旁拿起烟，点了一根之后，看向了桥上。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桥上那人竟又出现了。见此，我赶紧拿起望远镜，朝着那人看了过去。望远镜起初倍数较低，看得并不很清晰。随着我逐渐对焦调高倍数后，远处的景物也逐渐清晰了起来。只是连桥上的石栏杆都看清了，看向那人却依旧是有些模糊。不管怎么对焦，那人的身影都不是很清晰，这感觉很奇怪，就像那个人与周围的一切不在同一个维度中一样。不过小刘这望远镜是真的好，我把镜头只对准了那个人，不再去关注周围的东西。慢慢的，那个人清晰起来，我发现那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，看着脏兮兮的，头发又长又乱。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，也没见他动弹过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更加好奇了，好奇这人每天在这儿一站站一宿，到底图什么？这样看了半个小时，我都有些烦了，正打算回屋睡觉，可就在这时，那人终于动弹了。这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他，看见他缓缓抬起了头，动作缓慢且有些僵硬。这人抬起头来后，正脸面对着我的望远镜，难道他发现了我在这偷窥他？突然而来的一幕让我心里咯噔一声，只觉得心里发毛。不过我并不相信，这么远呢，怎么可能？于是我将望远镜再次调高了倍数。可随着镜头变焦，当我看清那人的样子之后，吓得魂差点没飞了。那是一张皮肉惨白腐烂的脸，没有瞳孔的眼睛正对着我的望远镜镜头。大概因为望远镜的缘故，这画面像是和我脸对着脸似的。我被这一幕吓得一激灵，手一哆嗦，望远镜脱手摔到了楼下，而我傻了一样杵在阳台上，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。直到望远镜坠地后发出啪的一声，我才浑身一哆嗦，缓了过来。好在大半夜的楼下没人，没出什么事。我吓得又慌忙向桥上看，那个人影竟依旧站在那。虽然没有望远镜，我还是能感觉到那人一直朝着我这边与我对视。这一刻，我满脑子都是恐怖片里的桥段，害怕他突然来找我，吓得我后背直冒冷汗。回卧室后，这一晚上也没睡好。好在这一夜平安度过，并没有发生恐怖片里冤鬼上门的一幕。从那开始，我再也没敢夜里往那看过一眼，也不敢对这事再有什么好奇心。而就在这事过去几天后的傍晚，我下班开车回小区，发现那个小桥上停了几辆警车，还拉起了警戒线。后来我才听说，原来是有人在经过桥上的时候，总闻到一股很浓的腐臭味，顺着这腐臭味一找，竟发现桥洞的一个水泥缝里有具乞丐的尸体，也不知死了多久，早已经腐烂不堪了。想来是入了秋太冷，这乞丐晚上找避风的地方钻进去，卡那出不来了。那时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终于知道每晚看到的人影是什么了。果然，从那天之后，小桥上的人影再也没出现过。